嗨，大家好！这支影片要操作的插件叫 Rhino AI MCP，可以让 Claude 直接操作 Rhino。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澄清，因为这类的工具很容易让人有错误的期待或幻觉。那今天的目标不是要看 AI 有多厉害或制造焦虑，是想找到它能在你工作流程里的正确位置，然后让想尝试但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可以自己动手试试看。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到 Fit4Rhino 的官网上找到这个 Rhino AI MCP 的插件，它这边已经有很详细的安装步骤，等一下我们会照着操作一次。那我们就点选下载，选择你的 Rhino 版本来安装。这边会自动打开你的 Rhino， 来到 Package Manager， 如果你要直接打开也可以。选择最新的版本，进行安装。这边提示说需要重新启动我们的 Rhino， 那我们可以先关闭它。接着来到第二步骤，我们需要安装 Node.js， 可以直接复制这个网址。来到这个网页之后，我们选择下载。接着我们需要安装 Claude， 一样点选下载。好了之后，我们就依序安装，先选择 Node.js， 接下来选择 Claude， 接着输入你的账号。进来之后呢，我们点选账号，选择 Setting、Developer、Edit Config， 它会自动帮你选择到这份档案，可以按右键选择用记事本开启。接着回到 Rhino AI MCP 的网页，将第5点底下的这串文字复制。回到刚刚的记事本，把复制的文字贴上。如果你这边已经有其他 server 的设定，记得不要覆盖到。这些设定可以告诉他要去哪里找伺服器。接着将 Claude 完全的关闭，记得在桌面右下角这里也需要关闭到。我们来看一下 MCP， 它是模型上下文协定，目的是让 AI 模型能和外部世界的资料与工具沟通。它是由 Anthropic 在2024年推出的开放标准，那它目前已经不是单一公司的规格，而是业界共同维护的基准。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座桥梁，成为 AI 与工具之间可以读取资讯与执行的界面。重新开启 Rhino 之后，我们在指令列这边输入 Rhino AI MCP， 接着开启 Claude 账号 Setting、Developer， 确定它已经连接成功。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了。回到首页，我们先选择 Chat 模式。在对话开始可以输入连接 Rhino MCP， 避免它载入到其他的工具。它分别有2个工具，取得场景跟执行。取得场景的话，可以读取 Rhino 空间中的模型资讯；执行的话，则是透过 C# 脚本来操作。接着输入在原点建立一个20×30×200的柱子，并放在 Structure 的图层中。可以看到它分别执行了 getScene 跟 Operate 2个工具。好了之后呢，可以来检查一下它的尺寸，使用 Evaluate Point。好，尺寸正确，那它也建立了对应的图层。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对于 Rhino AI MCP 应该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接着来试试它官方推荐的测试，建立像素风格的模型，可以告诉它在50×50×30的范围内建立像素风格的复古 RPG 村庄，每隔1立方单位。那留意一下，这边先不要设定太大的范围，避免电脑太过卡顿。可以看到它逐步在建立模型的，还蛮可爱的。稍微等它一下，可以看到现在有树林，然后十字路口的中间还有一个立中。它这边就逐步告诉你每个图层对应的东西。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成品。虽然还是有些肉眼可见的瑕疵，但蛮有趣的，也蛮可爱的。那我们就进到下个案例。
这边我是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对话串，所以又再告诉他一次要连接 Rhino MCP。如果你是延续刚刚的对话串，可以把旧的模型清空。接着呢，我画了一张手绘的立面，想让它试着建立概念模型。我的手绘惨不忍睹，这边就先不给大家看放大的，晚一点再来看对比照。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画一张丢进去试试看。好，那目前不知道是 AI 的问题还是我手绘的问题，我们先不讨论。那它目前左侧开窗的位置呢，想要让它有实际的顺应，这边就告诉他左侧斜屋顶量体的帷幕，请根据外轮廓几何来设置，并且呢要产生实际的开口。好，这边它就做上去了。接下来呢，我想处理一下中间的开口，还有上面那一条曲线。请将中央高塔制作成量体，并将下方矩形量体的横向窗带制作成实际的开口。好，它有成功开孔了，虽然上面还是看不太懂，应该是我手绘的问题。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接下来来到第4个案例，我一样开了新的对话窗，这是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照片，告诉他这是一张建筑的外观照片，请分析这张照片的几何构成逻辑后，在 Rhino 中建模。好，可以看到它已经产生了一些量体，但目前呢还缺少地面层的玻璃。接下来告诉他，请抬升刚刚生成的所有量体，并增加地面层的环形玻璃帷幕。好了之后呢，请他将玻璃的颜色调整为半透明，并新增玻璃帷幕的质料。好，它目前有些地方看起来不太合理，我们一步一步来修改。我想先上个颜色，告诉他请将每支质料做渐层的上色。好，那它目前做了彩色的渐层，在渲染模式下是不可见的，它只是个物件的颜色。接下来告诉他，请将颜色调整为材质，让它在渲染模式下也可见，并且更改为蓝色系的渐层。好，那它做好了，它在渲染模式下也是看得到颜色的。那接下来呢，它的玻璃目前都是没有切割的状态，告诉他，请参考真实玻璃的帷幕形式，将目前的玻璃与质料是相连的，并且将蓝色的渐层的颜色调整为以180度为单位近摄的形式，避免产生颜色的拼接感。好，那它的玻璃已经切割完了，然后颜色的渐层也改了。虽然它目前质料跟玻璃并没有连接到，但我们可以透过直接请它抬升质料的方法，来形成比较合理的场面。告诉他，请将所有质料往上抬升4单位。好，那目前模型已经大致完成了。看来大概是 load 20到50左右的模型吧。
接着来到下一个案例来进行更深入的操作吧。接下来给它规则更明确一点的指示，我会把这串文字放在资讯栏。大致上来说，是在一个10×10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渐变的矩形面板。好，那它新增的这些面板呢，在 x 方向是带有角度渐变的。接下来，我想请它将颜色变成材质之外呢，也想增加 z 方向的高度渐变。这串描述我一样会放在资讯栏。好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在高度方面已经有进行渐变了，但在颜色的呈现，想再更换成是蓝色的，并且呢，在每片板的下方新增直径0.2的圆柱。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模型的状态。可以看到它圆柱目前跟面板是没有直接碰触到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它圆柱高度的测量呢是量到面板 bounding box 的底部，所以它并不会实际的去碰触到面板。接下来告诉它的是我们在模型操作的时候会有的步骤。请它将圆柱往上延伸多一点点之后，使用 Boolean Split 指令，然后只保留下方的那个物体。好，那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如实的去执行我想要的那一个 Boolean Split 的指令，因为 Rhino 里面的 Boolean Split 是可以使用 Open Surface 来作为刀具的，这个是 Open Surface。接下来就告诉他 Boolean Split 是可以使用 Open Surface 作为刀具的，请他再重新执行一次。好，看起来这颗模型已经大致完成了。接下来请他协助一些比较偏实物项的工作，像是编号、角度、长度这些的标示。那我们一步一步来，从编号开始。先用 dot 标示，方便我们观看。好，编号上去了之后呢，接下来请它标示顶部的切角角度。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稍微检查一下，先把底部的编号关闭，然后做一个平面，接着测量它的对地夹角。好，目前看起来是正确的。接下来测量柱子的长度，由于柱子上端是斜切口，因此会有长短边的问题。那我们在下料的时候都是下最大的尺寸，所以这边要告诉他，要先取得整根柱子的最大范围之后，再来取它的长度。并且呢，我希望它 dot 的标示是在每根柱子的中心，避免和刚刚端部的角度标示重叠到。好了之后呢，我们用这一根来检查一下，我们测量它最上端的高度。好，看起来是正确的。接下来，请它将柱子的编号、角度、长度整理成表格清单。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表格，它还多做了资料视觉化跟一些筛选的机制。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点选下载。这边是存成 HTML 的格式，你也可以跟他说想要存成 Excel 档。和 Claude 协作，除了可以使用 Chat 像聊天对话串那样子讨论，也可以使用它的 Cowork 模式，实现更自动化的工作流程。这边我在 Grasshopper 里建了一个简易的模型，并将模型资讯输出成表格。接着请 Coworks 读取表格资讯来逆向建模。
接着请它调整模型中的颜色之后，自动更新到表格里。接着来谈谈它的限制。由于 MCP 决定了哪些资料可以被传递，以及可以传递多少的资料，因此当计算量越大的时候，很容易会有延迟导致 crash 的问题。我有测试过用它来处理现有工作上的模型，但微目的物件非常的繁杂，很容易 time out。同时呢，它也不适合进行设计判断，比例好不好，空间合不合理，还有设计意图的取舍等等。这是设计者应该做的决策。另外，它也不适合需要深度空间推理或是进阶 Rhino 指令的组合，除非你可以把这些步骤写得非常的详细，但通常这个需求比较少使用 MCP， 而是选择其他协作的方式。MCP 也不适合用于专案管理，因为它只负责资料的传递，不负责记忆。相关的记忆管理需要由客户端这边进行设定。最后，虽然 MCP 是个共通的协议，但各家推出的实际工具内容还是有差异。有的会限制资料传输的数量，有的是工具种类的差异，所以有些会觉得用起来比较不灵活。那遇到以上种种方式，我会直接跳过 MCP， 改用其他方式和 AI 协作。那这部分会在下一支影片再和大家介绍。接着来整理一下 MCP 可能适合的工作流程。以建筑产业为例，根据精确度、专业度、需不需要现场回馈反应等需求，从设计初期到后期，在不同阶段分别有不同适合的项目。而在各阶段都适合的，像是从零生成规则性的几何、资料驱动的建模，还有模型品质的确认。个人认为，复杂的模型判断更适合开发小工具或批次处理，也就是增加人操作的比重。这个工具承担的是执行层的重复劳动，美不美观、安不安全、正不正确，这些设计决策还是你在判断。不管未来是 MCP、CLI 还是什么新工具，本质都是在解决如何让 AI 读懂复杂的 3D 模型，因此更需要培养好的建模习惯。且对软体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今天在 Rhino AI MCP 里练习怎么下指令、处理错误的过程，就算明天换了新工具，累积的判断力和工作逻辑都在，你还是那个掌握方向和主导权的人。MCP 提供了相对直觉的人机对话体验，是进入 AI 协作流程很好的切入点。亲手操作过后，远比观望更能建立真实的判断。如果你想尝试但还没有开始，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时机。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